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氢氦锂铍硼。滚犊子！老子堂堂商学院高材生，背什么元素周期表？真他妈的邪门！咱哥俩居然组团穿越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凭老子这手术艺，机械工程的绝活，先搞火药，再铸大炮，手搓蒸汽机场绝对不在话下。到时候左手排枪，右手手雷，什么铁骑来了都得变成筛子。算你小子识相，我那24史和国富论也不是白啃的。咱们先搞行业垄断，再放高利贷，把那些世家大族当韭菜一样割。左手玩套路，右手做假账，坑得满朝文武全去要饭。咱俩双剑合璧，绝对天下无敌。唉，不过话说回来，造反这活太费体力，起早贪黑的，我可受不了啊。确实，况且咱们现在连皇都在哪边都摸不清，开局就去跟皇帝硬刚，步子迈得太大，容易扯着蛋。所以嘛，天高皇帝远，这穷乡拼壤的土财主最好忽悠啊！咱们就在这儿圈地盖别墅，当个互吃等死的富家翁，岂不是美滋滋？你负责算账管钱，我负责打铁造车。你收过路费，我搞流水线。白天去勾栏听曲儿，晚上过纸醉金迷的日子，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剧本啊！完美！咱们大好的青春就必须挥霍在腐朽的资本主义享受上。娘亲，那2个要饭的哥哥在念什么经呀？他们是不是饿得发疯了？快走快走！这种疯叫花子咬人可狠了，被咬一口可是要变傻子的。无知村妇，有眼不识泰山，黄口小儿安知凤雏之才？行了，别拽文了，先进城弄顿饱饭再说。你身上带银子没？废话，咱们是光着身子穿过来的，我现在痘比我的脸还要干净。那咱们现在不就是2个纯正的叫花子吗？不是哥们儿，你不是号称机械大神吗？你赶紧手搓点高科技换钱啊！弄个玻璃杯，熬点香皂，或者提炼点香水，卖给那些达官贵人，咱们的第1桶金不就到手了？放你的春秋大弊！老子学的是机械工程，不是他娘的炼金术士。烧玻璃需要石英砂和纯碱，还得建个上千度高温的窑炉。我现在手里面只有这2斤臭黄泥，你要不要我给你捏个泥人充饥？那打火机呢？火柴总行吧？哼，我给你建个火葬场，你要不要？没有机场设备，没有基础原料，你让我用指甲盖给你抠个齿轮出来吗？不对啊，你不是商学院的高材生吗？你不是最擅长空手套白狼吗？你不是资本运作的大师吗？去啊，去城里找个地主捞财，呼一顿，骗点山珍海味回来啊！唉，大哥，搞金融也是需要启动资金的，更是需要人设包装的。你看看我现在这副尊容，裤裆都快兜不住了。我跑去跟人家谈 A 轮融资料商业闭环，讲核心痛点和底层逻辑，人家不得当场把我当成邪教徒打个半死？那现在早办，总不能真去街上讨饭吧？要饭也得去城里最繁华的地段要。凭咱们俩的智商，就算是当起改，那也得做起改里的人中龙凤。滚开滚开！哪里来的臭要饭的？快，别挡了钱庄贵家马车的道！老子记住这孙子了！来来来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祖传真龙残局，破局者赏大钱60文，输了只收3文茶水钱。60文，足够去聚仙阁搓一顿好的了。看什么看？咱们连半文钱都没有。
兄弟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真正的降维打击。哎呦，哪儿来的小叫花子？兜里有钱吗？就敢往这儿坐？他要是能破这局，我当场把这棋盘生吞了。就这俩穷酸样，怕是连马走日向走田都分不清吧？局2平4，炮6退1，马8进7，将军死局。给钱。这怎么可能？陈秀才苦思冥想了半个时辰的死局，他喘3口气的功夫就给破了。妖孽啊！这简直是妖孽！十不知那绝杀境居然毫无破绽。怎么想来账？这么多双眼睛睛可都盯着呢，你想砸了自己吃饭的招牌不成？算你狠！哼，这是60文，拿去。兄弟降维打击的意思是，咱们随便拿出现代的一门手艺，在这大前王朝都算绝对的独家垄断。比如你现在搞手搓肥皂，动物脂肪加上碱液发生皂化反应，你堂堂机械系高材生，这基础化学原理总没忘吧？别提了，这古代的劣质猪油底腥得要命，连点鲜味都吃不出来。那破颜苦涩的直拉嗓子，知足吧你！60文钱租这破庙花了12文，买劣质猪油花了35文，咱们现在就剩13文钱了。这可是咱们九鼎商行的天使轮启动资金。你刚刚说什么来着？手搓肥皂？大哥，我就随口一忽悠，您还真打算在这破庙里搓啊？废话，有脂肪有草木灰里的碱。这不就是最完美的皂化反温床吗？林峰，你大爷的，你是在锅里熬屎吗？作孽呀！你们两个臭叫花子在煮大粪吗？快去叫保长把他们赶出去！这味儿比城外的乱葬岗还要臭10倍。成了，这就是大前王朝的第1块肥皂。纯天然无污染，去污能力绝对爆表。兄弟，你觉得这玩意儿卖给穷苦百姓，他们掏得出钱买吗？有道理。那如果卖给达官贵人，你觉得哪家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会往自己娇嫩的脸蛋上抹这种看起来像陈年大粪，闻起来像腐烂死老鼠的东西？那你说咋整？包装，兄弟，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营销包装做得好，路边的破石头也能卖出黄金的店价。明天一早，你去弄点最廉价的干花瓣和香料，把这股恶臭给我死死掩盖住，再去木匠铺弄几个雕花精致的木盒。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这个商学院高材生吧。准备好，咱们要开始狠狠收割大前王朝的贵妇圈啦！花瓣和包装盒都搞定了，赶紧回炉重造。你在家盯着剩下的原料，我去给大前王朝的贵妇们上一点小小的资本主义震撼。哪里来的臭要饭的？要饭要到柳大人府上了！滚滚，滚滚滚！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德行！慢着，瞎了你的眼！速去通报你们家柳夫人，就说皇都来的九鼎商行大掌柜特来为他献上皇家秘制玉容膏。皇家秘制？就凭你这身破烂行刀，你要是皇都来的大掌柜，老子就是天上的玉皇大帝！来人啊，把这疯子给我乱棍打出去！哼，不用你们赶，本掌柜自己走。接个洗脸盆，再拿块脏抹布来，让你们睁大狗眼看清楚，什么叫做皇家御用之物。这到底是什么神物？此乃能让肌肤重焕新生、洗去凡胎左骨的仙家至宝。这块是九鼎商行免费赠予柳夫人的试用装，
等等，这位大掌柜，敢问这玉容膏若是用完了，该去何处寻您？城南破庙，记住，每月仅产45块，先到先得。老赵，你丫哪儿去了？老子负责技术生产，你负责市场营销，这都过去8天了，连个鬼影子都没上门。咱们连买劣质猪油的钱都快见底了，今天中午只能喝西北风了。急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飞个屁！在那 T 街上货，咱们马上就要饿死街头了。就是这里，快，别让钱掌柜家的人抢了先！你们统统让开，我家小姐可是知府大人的表亲。别急，我的鞋都掉了。赵掌柜，赵大掌柜，我家柳夫人发话了，出价12两银子一块。先给我包10块皇家秘制玉容膏。放屁！我家夫人出18两，全包了。25两，我们家老爷出25两一块。12两，25两，这破肥皂的成本连3文钱都不到啊！都别吵了，我8天前就立下过九鼎商行的规矩，皇家秘制玉容膏每月仅产45块，先到先得。赵掌柜，我们带足了银两，您随便开价。这不是银子的问题，也不是产能的问题。这玉容膏里添加了9981味珍稀仙草，必须在月圆之夜汲取天地之精华，方能炼制而成。不过，既然各位如此有诚意，今天我破例放出本月最后30个购买名额。注意，不卖现货，只卖提货凭证，25两白银换1张凭证。这不就是现代资本家玩烂了的预售期货加饥饿营销吗？我买，我先买2块，这是我家夫人的50两，给我来5张凭证。700多两，整整700多两白银，咱们发财了，兄弟！这仅仅是个开始，走，去聚仙阁吃最好的饭菜，吃饱喝足，咱们就去买大宅院。嘿嘿，这大钱王朝的韭菜，咱们兄弟俩割定了。就是这2个外乡来的小瘪三，给我搜，把配方找出来。大半夜的，诸位这是要入室抢劫？抢劫？老子这是在替天行道！乖乖交出那什么玉容膏的配方，大爷我大发慈悲，还能留你们一具全尸，否则今晚就把你们剁碎了喂野狗！配方啊，您早说呀！这配方可是我们兄弟俩的命根子，上面详细记载着9981味仙草的熬制秘法。可惜呀，这配方里有一味最致命的药引子，名叫噬心断肠散。您要是拿走配方照着熬制，不出3天，您全家老小都会浑身溃烂流脓而死。你敢把老子当猴耍？给我上，把他们乱刀砍成肉泥！哼！老赵，闪开！才艺展示时间到了，送你们一场人工白粥。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我的眼睛，我瞎了！妖术，这是妖术！快跑啊！
钱掌柜，你不是要剁碎了我们喂狗吗？怎么，嫌我这掌心震天斗的配方不够劲爆？神仙爷爷饶命！我瞎了狗眼，我再也不敢了。这是我身上所有的银票，全孝敬两位活祖宗。拿钱买命，算你老小子懂规矩。滚回去告诉城里那些眼红的同行，九鼎商行做生意讲究的是和气生财。哼！但谁要是再敢半夜来踹门，下次炸开的可就不单是你们的眼珠子了。是，小人记住了，小人这就滚。现在咱们手头有多少资金了？加上钱掌柜有银自助的这400两，一共1100多两。走，兄弟，明天一早咱们去城中心最繁华的地段，买下最豪华的大宅院。从明天起，破庙里的泥腿子彻底死了，大钱王朝未来的首富九鼎商皇正式挂牌营业。1100两银子，你花400两在城里买了个3进的商铺，剩下的700两，你全用来买这片鸟不拉屎的破石头滩了。你懂个锤子！城里那点破地方能干什么大事？这里将是大钱王朝第1次工业革命的圣地。孙工头，图纸你都看明白了。我要在这河畔建起3座10丈宽的超级工坊，不仅空间要大，墙壁更要厚实坚固，必须做到防贼、防火、防风。我只给你12天时间。12天，林掌柜，你看看这片荒滩，连根像样的木头桩子都着不出来。你要建3座大工坊，光是派人进山伐木、开采石料，就得耗费大半个月。更别提还用糯米汁混合黄泥，一点一点的去夯土砌墙。老夫把话撂在这儿，最快也得3个月。而且因为你催得这么急，工钱必须翻倍，要400两白银。3个月能盖完，都算老天爷上脸了。这俩外乡人懂个逼的土木工程，真以为都有几个臭钱就能胡作非为？你边儿带着去！今儿没你商学院发挥的余地。3个月，400两。孙工头如果告诉你，我不需要1根木材，也不用什么劳什子糯米汁，今天太阳落山之前，我就能在这平地上拔起一堵坚不可摧的城墙呢。林掌柜，你要是今天能在这空地上凭空变出一堵墙来，老修这行会把头的喂了就不做了。以后我手底下这60个弟兄，免费给你们九鼎商行干3年苦力。好，一言为定。老赵，去把咱们前天烧制的那几袋子东西拉过来。就凭这几袋子破灰，他莫不是想用面粉来糊墙？沙子、碎石、灰粉，按照3比2比1的比例，加水，给我死命的搅拌。就这，把一堆烂泥巴倒进木头模子里，等水粉一干，这泥巴墙一推就散架了。这也配叫墙？行了，林掌柜，天都快黑了，你这烂泥巴的戏法也演到头了。老夫该回家抱孙子去了。那400两银子准备好。急什么？睁大眼睛看好了，什么叫做神仙造物？这怎么可能？烂泥巴怎么会变成坚硬的石头？不信，你可以试试用你吃奶的力气去砸。孙工头打赌的事儿，就当个乐子算了。我林凤不差你们这几个苦力的工钱，工钱我照样给你双倍。但这12天里，你和你的人必须严格按照我的图纸，
把这3座工坊给我拔地而起！哼，跟着我干，我保证你们这辈子赚到的银子，比你们祖宗8代加起来都多。但如果谁敢在工程上偷工减料下场，就跟那块石头一样。东家，从今往后，我们这60条汉子这条命就卖给九鼎商行了。林峰，铁矿石都运回来了，但城里那个脾气最臭的铁老汉死活不肯接咱们的单子。他说咱们图纸上画的铁剑形状太古怪，数量又大得离谱，要价值直翻了6倍。形状古怪，数量大，我正愁找不到人来试车呢。去，把那老绝头给我叫过来。告诉他，他要是今赶不来，以后大前王朝的铁匠行当就彻底没他吃饭的份儿了。好大的口气！老汉，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砸了饭碗！你那破图纸上画的神什么劳什子齿轮轴承，老汉我打了一辈子铁钉都没听说过。要我打，行，1000两白银，少一个铜板都免谈。开炸！水车转起来，开炉！林掌柜，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这么大的一块铁坨子，就算老夫带着15个精壮徒弟，抡上3天夜的大锤，也休想把它砸平1毫。哼，你打算用牙齿去啃吗？真是有钱烧的。这么大的铁罐，除了拿去当成门的秤砣，还能干什么用？徒弟们，咱们走。别在这儿看这疯子耍猴戏了。老东西，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什么叫做真正工业力量。水力断钢，我的老天爷啊！这哪里是凡人能做到的事情？绝不可能！就算是12个赤膊壮汉轮番抡大锤，也休想把这精铁砸得像软面团一样啊！您这是借了江河道观的伟力来打铁呀！林掌柜，老朽之前那点3脚猫的功夫，在您这神技面前，连个屁都算不上。那1200两钱，老朽死也不敢要了。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能在这神技旁边打个杀手，学哪怕一丁点真本事。行了，别在这耗丧了。既然入了我九鼎商皇，今晚就把图纸上的齿轮和轴承全给我赶制出来。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要看到大前王朝第1台新式水力纺织机在这工坊里彻底运转起来。哼，接下来该轮到咱们用资本主义的铁拳去狠狠收割这帮古代土著了。老赵，库房都快撑爆了，你丫到底有没有把货铺出去？急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万宝钱庄那边的手续办妥了吗？全办妥了，按照你的吩咐，用咱们九鼎商行未来半年独家分红权做抵押，从万宝钱庄贷出了35000两现银。但我实在搞不懂，咱们卖皇家秘制玉荣膏赚的钱已经堆成山了，你干嘛还要去借这种利息吓人的高利贷？哼，因为我要用这35000两现银，把江南道所有的上等生丝和优质棉花全部买空。我要让这皇都里的6大布庄连一根能用的好线都摸不到。我靠，釜底抽薪啊！怪不得这半个月来你死活逼着我把纺织机的飞梭间隙调大，原来你一开始就打算用那些劣质的短棉来织布。一点没错，他们那些落后的手工织衣必须用极品好线才能织出平整的布匹，稍微差一点的线就会频繁断裂，但你的钢铁机器根本不怕这些粗棉短棉，照样能织出结实耐用的布料。准备迎接好戏吧，今天就是大前王朝传统布商的末日。那个九鼎商行简直是把咱们往死里逼呀！半个月前，他们毫无征兆的连开6家布庄，那布料的质地比咱们手下最熟练的女织出来的还要细密紧实，质地好也就罢了，可你们看看他们的价钱，
他们一匹布只卖28文，28文啊！咱们雇佣织女，购买上等棉线一匹布的血本就要48文，他卖28文，这哪里是在做买卖？这分明是在拿刀子割咱们的喉咙啊！不好了，江南道那边飞鸽传书，市面上所有的上等生丝和好棉花全被人以高出市价2成半的价格给彻底扫空了。咱们派去提货的船老大哭着说，江南道的丝商们宁愿赔付双倍的违约金，也把货全转卖给那个人了。什么？直接砸了整整35000两白银的现款。虽然江南道那边赔了咱们违约金，可是咱们曾雇佣船队请镖局护送的开销全都打水漂了。最要命的是时间。现在就算咱们拿着这笔违约金立刻改道去巴蜀进货，这一来一回最快也得耗上2个月。是九鼎商行，绝对是那个姓赵的干的。他一边在皇都低价倾销布匹，一边在江南道高价买空原料。他这是疯了，他要拉着咱们同归于尽啊！咱们各家工坊的存线最多只够撑4天，2个月的空仓期，光是每天发给织女的口粮和底薪，就能把咱们的铺子彻底吃垮。同归于尽，周掌柜，你也太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姓赵的，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高价买空原料，自己也得赔个底朝天。你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毒计，迟早会遭天谴的。哼，赔个底朝天的是你们。你们手底下的织女离了上等棉线就织不出布来，但我的机器就用这种你们平时扔在地上当柴火烧的烂棉花，照样能织出比你们精细10倍的布料。我卖28文，每个月依然有12万两的净利润。我用你们存在万宝钱庄里的本金买空了你们赖以生存的原料，而我的布根本不需要人工费，不需要养活那些娇贵的织女，我的产能是你们的600倍。赵大掌柜，求您高抬贵手，给咱们这些老骨头留条活路吧！我那铺子可是祖传了4代的基业呀。留活路？商场如战场，你见过战场上给敌人留活路的吗？不过我九鼎商行正好缺几个懂行的掌柜，帮我把布匹返销到江南道去。签了这份契约，我用市价1成的价格买下你们所有的铺子和黄金地段。签了字，你们就是我九鼎商行的分号掌柜，拿1成干股跟着我吃香喝浪。如果不签，不出半个月，你们的资金链就会彻底判裂，铺子会被官府查封抵债，你们的下半辈子就准备在城南县衙的大牢里度过吧。反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一个外乡来的商家，竟敢不经本官的同意，就一口吞了黄豆南城所有的布庄，他这是要把本官每月的孝敬钱全给断了呀！大人息怒，这九鼎商行最近风头实在太盛，听说他们在西郊搞的那个神什么机器，一天能吐出600匹布，那哪里是织布机剪，简就是印钞机呀！大人，咱们是不是得找个由头？哼，那还用说？立刻传本官的手令令，就说九鼎商行涉嫌故意扰乱市价，囤积聚起，让王捕头带上所有人马去把西郊的工坊给我贴上封条，所有的机器和存货全部充公入库。是，小人这就去办，绝不让那姓赵的带走一根纱线。姓赵的奸商事发了，郑县令有令，即刻查封九鼎商行所有工坊，如有违抗，就地正法。不好意思，我这人手抖，容易擦枪走火。你们刚才说要查封谁？王捕头别动不动就拔刀，刀剑无眼，容易伤着自己。郑县令的胃口有多大，赵某人心里面清楚得很。
但今天这扇门，你还真封不了。这是神仙用的宝贝吧？王捕头，你可看清楚了，这2箱七彩琉璃盏可不是送给你们郑县令的。那是送给哪位贵人的？是送给京兆尹大人郑房姑人里告命的。赵大掌柜，误会，这绝对是个天大的误会。这郑县令的意思是让小的们来给商会看家护院的。滚！是，小的这就滚。老赵，你丫真够可以的啊！拿我昨晚随便用11英沙烧出来的玻璃去忽悠这帮没见过世面的孙子。再说了，你什么时候联系上京兆尹夫人了？就昨天下午，我花了1200两银子买通了李高命的贴身丫鬟，送进去了一面高清的玻璃小镜子。今早上京兆尹衙门前发的特准金银公文就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有了京兆尹这把特权保护伞，从明天起，咱们九鼎商行的手就要正式伸向大前王朝最暴力的盐和铁了。林峰，你大爷的！我让你给我打一把附庸风雅的折扇，你给我打了个这玩意儿。你就说这玩意儿沉不沉吧？你懂个屁！这是全旋铁金刚架构，净重6斤3两。扇柄里我加了高压弹簧机关，只要你按那个红点，扇骨能像摁气一样瞬间炸出去，60目内能轻松定穿3寸厚的实木板，这叫硬核如亚，懂吗？我懂你个大头鬼！我是去京兆尹府上参加雅集诗会，不是去搞恐怖袭击。你这扇子一开，怕是能把同僚的脑袋直接扇飞吧？林爷，这扇子看着好生吓人。听见没？这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走，带你看个更刺激的。我把这宅子的自来水加压系统彻底搞定了。嘘，看好了，别站眼。这水怎么自己会从天上流下来？林爷，您是不是在管子里关了个小水神？水神没看到，水鬼倒是有2个。这就是物理学中大气压强的力量。老赵以后洗澡再也不用丫鬟一桶一桶往里倒热水了，哥给你装了个土法花洒，随时随地洗热水澡，舒服。这才叫现代人的生活。你这手艺要是传出去，皇都里的那些皇亲国戚非得疯了不了。疯的还在后面呢。来，看看我给你弄的土法弹簧软榻。秋月，上去给赵掌柜试试床。林爷，那可是主子睡的床，奴婢万万不敢。少废话，这是命令，这是在进行工程质量验收。妖傻，这床是活的，他在咬奴婢的腰。爽，舒服啊。不过这种陷进去的包裹感，确实比那硬邦邦的木板床强出100倍。那必须的，我这弹簧的 K 值可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冬雪，别在那儿装受惊的小鹿，去把这几天的作业拿出来。林爷，能不能不背那个什么99歌了？那5735后面奴婢老是记不住。记不住就去抄100遍。我九鼎商行的人要是连乘法口诀都不会背，出去丢的是我林峰的脸。秋月，你过来，给我讲讲什么叫杠杆原理。讲不清楚，今天中午扣你的红烧肉。林峰，你真是焚琴煮荷。人家这么水灵漂亮的妹子，你逼着人家背99乘法票和物理定律，你还是个人吗？哼，
你懂个屁！这叫各教兴国，别光顾着舒服，你要的那些铁矿和煤矿，京兆尹那边的批文到底下来没？我的高炉已经饥渴难耐了。批文已经到手了。管他什么薛家狗家，敢挡着老子搞工业革命，我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物理层面的降维打击。老林，你这到底行不行啊？我可是把牛皮都吹出去了，今天下午要在全皇都的盐商面前开品盐大会，你要是搞砸了，咱俩今天就得卷铺盖跑路。哼，急什么？这就叫化学的艺术。他们觉得这是吃死人的毒药，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氯化镁和杂质，只要把这些杂质沉淀过滤掉，剩下的就是最纯净的氯化钠。田柱，把那2袋子石灰水和草木灰端过来，倒进去。我靠，这就成了？这还是水啊？早着呢，还得经过多重渗过滤，最后上锅高温蒸发结晶。啊，这是盐，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老林，你把这10袋的地基给挖穿了。哎，别吹了，赶紧装盘。走，去让那帮没见过世面的土鳖盐商们开开眼界。这个姓赵的真是狂妄至极，居然敢买下西郊那座废弃的毒盐矿，哈哈哈哈，简直是自寻死路。就是，那毒盐要是能吃，咱们薛家早就把它挖空了，还能轮得到他一个外乡人捡漏？今天咱们就坐在这儿看好戏。要是他敢拿毒盐糊弄咱们，咱们立刻报官，抓他个图财害命的死罪。诸位久等了。哼，赵掌柜废话少说，你今天请我们来，不是说要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盐吗？东西呢？拿出来吧。别急啊。上盐。这是什么？白糖？这是雪花白糖吗？白糖？王老板，你家的白糖长这样？尝尝吧。这就是我九鼎商行用你们口中那种连狗都不吃的毒盐矿提传出来的精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神迹！这是神迹啊！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盐？我吃了大半辈子盐，跟这一比，我以前吃的全他娘的是土！这颜色，这味道，薛家引以为傲的青盐，在他面前简直就是狗屎！赵掌柜，这盐怎么卖？我全包了。你也配全包？从今天起，皇都的盐市，我九鼎商行说了算。薛家的粗制青盐可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1天1000两，大人，那九鼎商行1天就能赚1000两啊！这姓赵的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妖孽？这种点石成金的手段，怎么能落在一个奸商手里？薛家的意思是，只要大人能把这造血盐的秘方弄到手，并且承诺以后皇都的盐利分大人2成，大人以什么名义抓人？名义？那废矿里的盐可是出了名的毒盐，以前可是吃死过人的。就以图财害命的罪名，把赵明和林峰给我抓进死牢，大刑伺候，不怕他们不把秘方吐出来。给我砸开！干什么吃的？今天还没到发工钱的日子，都没吃饭吗？要饭去别处要。
大半夜的来踹门找死吗？刁民，死到临头还敢猖狂！来人，把这个私造毒盐的反贼给我拿下！慢着，郑县令这么大阵阵，是要来买盐吗？不好意思，今天的货已经卖光了，想买明天赶早排队。姓赵的，你低价收购废弃毒矿，提炼毒物，意图谋财害命，本官今天就要查封你这魔窟，将你等反贼满门抄斩，拿下！我看谁敢动！郑县令，你刚才说要查封我，你查封我之前，是不是该先去京兆尹衙门问问你头上那顶乌纱帽还够不够分量？你拿的什么东西？京兆尹大人手令，赐九鼎商行盐铁特许经营之权，凡商行名下矿山、盐场、工房，皆受皇都治辖庇护，地方县衙无权干涉。更不得擅自查封，钦此！大胆狂徒，你竟敢伪造京兆尹大人的公文，这可是要诛灭九族的死罪！你当本官的眼睛是瞎的吗？郑县令，你既然想当薛家的走狗，跑来抢我九鼎商行的秘方，出门前怎么也不照照镜子？就凭你这7品芝麻官的牙碜，也想啃动我这块硬骨头？你大可以睁大狗眼仔细瞧瞧。赵大掌柜，误会，这全都是一场误会啊！你带着几百号人举着刀要抄我的家，你管这叫误会？老林，按大从律例，惊扰皇都特许商号，该当何罪？轻则扒了这身官皮，重则流放岭南3000里。赵哥，活祖宗！小老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都是受了薛家那帮涉奴的蛊惑。求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把这儿捅到京兆尹大人那里去，否则下官这顶乌纱帽可就彻底保不住了。带着你的这群宠物立刻给我滚！顺便替我给薛家带句话。从今天起，这皇都商界的规矩由我九鼎商行来定。老赵，你说，咱们现在算不算是大前王朝的首富了？哼，首富算个球！咱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你看这个金刚轨道马车，我已经精确计算过了，金刚轨道的摩擦力微乎其微。只需要5匹健马就能拉动载客60人的巨大车厢。我要在这皇都的主干道上铺满这种钢铁轨道，让大前王朝提前500年进入轨道交通的伟大时代。我顶你个肺！你这脑洞够野啊！要是把这玩意儿铺到码头和咱们的矿山去，物流成本能瞬间压缩到原来的1/10。这哪里是马车，这他娘的简直就是印钞机！干！明天我就去京兆尹衙门砸钱买地。我要让这皇都满城都跑满咱们的钢铁巨兽！下一步咱们直接把煤矿搞起来，你给我手搓个蒸汽机出来，连马都省了。别赎罪呀！那九鼎商行不知用了什么妖法造出来的雪花精盐，比霜雪还要白，小人实在斗不过他们。这大半年的盐力全被他们抢得一干二净啊！斗不过？本王养了你们薛家整整20年，你现在跑来告诉本王，你连2个乡巴佬都斗不过？王爷饶命！那2个奸商如今富可敌国，他们手里不仅握着提纯血盐的秘方，还掌握着一种能瞬间削铁如泥的玄铁神器。只要王爷您亲自出马，把那九鼎商行给抄了，不仅西山大营的军饷有了着落，连将士们的兵器也能彻底换装啊！京兆尹的特许批文，在这大前王朝，只要本王手里的刀够快，什么京兆尹，什么特许商号，西山禁军即刻开拔，直扑西郊工坊，封锁所有出路。哼！本王倒要亲眼看看，是那2个奸商的银子硬，
还是本王麾下的铁器硬。王爷，下官不知王爷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只是这无故调动禁军包围商号，似乎不合朝廷的规矩啊！规矩？本王麾下的4万禁军已经断粮整整3天了，你现在跑来跟本王谈规矩？这大前王朝的江山是本王带着将士们一刀一将拼死守下来的。本王现在要借着西郊攻防筹集军饷，你有意见？下官不敢，下官不敢，下官立刻去府库筹措军饷。不用你瞎忙活，薛端已经把这里的情况都禀报本王了。听说你给这什么九鼎商行发了特许经营的公文。王爷明鉴，那九鼎商行确实有些通天的手段，能造出极品雪花精盐，还能锻造出削铁如泥的玄铁。下官这也是为了繁荣皇都的商贸啊！繁荣商贸，他们把本王养的白手套都给废了，彻底断了本王的财路。哼，你管这叫繁荣商贸？传令下去，让那个叫赵明的奸商带着他所有的账本、银票，还有那所谓的玄铁图纸，立刻滚出来见本王。记住，本王只要东西，不要人。如果他敢说半个不字，就把这座工坊连人带机器全给本王推平了。赵爷、林爷，这次是真的天塌了。那是摄政王，他手底下的4万中甲禁军杀人不眨眼啊！京兆尹大人现在还跪在外面泥地里，没敢起来呢。老赵，怎么说？要不要我把后院那2门刚铸好的意大利炮拉出来？管他什么狗屁王爷，只要他敢冲进来，老子今天就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意大利炮！老林，你冷静点儿，这是古代，不是现代。咱们那2门连膛线都没有的土炮，根本挡不住4万重甲铁骑的冲锋，硬拼只有死路一条。我们必须用商业规则去跟他谈判。商业规则？你跟一个封建军阀讲商业规则，你脑子进水了吧？不，只要是人，就一定有所求。他要军饷，要武器，这就是我们可以谈判的终极筹码。我们可以跟他签订利益捆绑协议，商行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军饷和玄铁武器，换取他在朝堂上的绝对庇护。只要把这个最大的军阀绑上我们的战车，这大前王朝就再也没人能动我们一根一毛。走，我要去给这位古代的王爷上一堂震撼的现代经济学课。草民赵明见过王爷。你就是那个废了薛渊、抢了本王盐铁生意的奸商。王爷言重了，商场如战场，优胜劣汰罢了。草民不过是用更先进的技术和更低廉的价格取代了那些腐朽的旧商，这不仅繁荣了皇都的经济，也间接为朝廷增加了丰厚的税收。繁荣税收？你知不知道薛家每年要给本王的西山大营送去多少白花花的银子？不管他送多少，我九鼎商行可以送双倍。王爷，草民听说西山禁军因为国库空虚，军饷时常断绝，这正是我们合作的绝佳契机。王爷，您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存量财富，我们可以进行深度的利益捆绑。您提供军事庇护和政治特权，我们提供最先进的情盐提串技术，以及远驻大德王朝工艺的玄铁冶炼技术。我们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超级军工基地。我们有水利断锤，有新式高炉，只要王爷点头，我们可以每个月为您提供5000把削铁如泥的玄铁战刀，8万斤白如雪的精盐，产生的利润足以养活您10万大军，这叫双赢。只要我们强强联手，这大前王朝的经济命脉就全在王爷您的掌控之中。说完了，王爷意下如何？赵明啊赵明，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你跑来跟本王谈合作，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王分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们这些奸商眼里，万物皆可出卖，但在本王眼里，
只要本王的刀够快，这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本王的。你那所谓的技术图纸全都是本王的。呵呵，本王要拿走属于本王的东西，为什么要跟你分红？本王没耐心跟你玩什么过家家的游戏。传令下去，包围攻防。天黑之前，本王要看到所有的账本、现银和玄铁图纸。如果少了一张纸，或者有人敢阻拦，杀无赦。老赵，怎么说？你不是去跟他谈股份双赢了吗？外面的军队为什么开始冲锋了？双赢？老林，我们太天真了，在那个王八蛋眼里，我们连跟他上桌谈判的资格都没有。他下令了，天黑之前交出所有的现银账本，还有你画的那些图纸。敢说半个不字，全攻防杀无赦。林爷、赵爷，咱们把银子交出去吧，钱没了可以再赚啊！外头那些当兵的可是真会杀人的啊！是啊，把图纸给他们吧，咱们斗不过官军的。老赵，交出图纸和银子，他们就会放过我们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算今天交了，明天呢？后天呢？只要我们脑子里还有这些跨时代的知识，在这个没有法律保护的野蛮时代，我们就永远是那些权贵圈养的血包。老赵，我们回不去了。既然回不去，那就不回了。铁柱，带着秋月和冬雪，把后院那2门还没来得及试射的土炮给我推到大门口来。想活命的，去拿你们打铁的锤子，拿你们烧玻璃的铁钎。今天，要么我们像狗一样被他们屠杀，要么就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他妈的工业革命。奉王爷令，九鼎商行抗拒军管，意图谋反，全军出阵，踏平攻防。铁柱，秋月，我去你他妈的！全在这儿了，32万两银票，一分不少，拿走，都拿走！你疯了？那是万宝钱庄建票集队的银票，32万两啊！呵呵，在这乱世，没有摄政王的大印，这些破纸连擦屁股都嫌硬。王爷有令，九鼎商行私通敌国，意图谋反。念在你们献上玄铁图纸的份上，留你们完整，画押吧。谋反，好一个谋反！还要让我们背上千古骂名，这大钱王朝的规矩真是好得很啊！老赵，别废话了，图纸就在那个箱子的夹层里，密码锁只有我知道怎么开。开。老赵还记得我们穿越过来的第一天说要干什么吗？记得，我们要当乞丐里的人中龙华。放屁！那是给文明人定的规矩。对于这群野蛮人，我们要当他妈的死神！老赵冷吗？不冷，我现在的身体是烫的。老林，你说的对，跟这群封建野蛮人讲什么经济学，讲什么股份阵，纯粹是脑子进水了。这帮孙子以为用几把破刀、几匹破马就能把我们踩在脚底下，他们以为抢走了高炉和几张破图纸就能掌握我们的力量，他们根本不懂。真正的工业革命不是那些冰冷的机器，而是我们脑子里的知识。铁柱死了，秋月和冬雪也死了，他们用我们的心血杀了我们的人。老赵，我不想造自来水了，也不想造弹簧软榻了，那个配方太温和了，我要搞点硬货，无缝钢管、硝化钢油、雷酸煤。我要让这帮还在挥舞着冷兵器的土鳖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热武器，什么叫降维打击。好，钱我来搞，不管是用什么办法，我照明发誓，3个月内我给你建起一座真正的兵工厂。
既然这大前王朝的规矩是他们定的，那我们就把定规矩的人全宰了。